欢迎来到天命特别教室。今天是特别栏目的最后一天，我们也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讲师 Bronya。大家好，我是 Bronya， 曾经的真理之律者，现在隶属原理工作室，为游戏事业奋斗。本来打算在节目第2天邀请你作为人气嘉宾返场，可惜的是，你说临时要负责新试玩版本上线，抽不出时间，只好作为最后一天的神秘嘉宾了。是啊，观众们，你们的嘉宾差点就被可恶的 DDL 杀死在前往直播间的路上了。所以今天 Bronya 说会准时参加节目的时候，我还以为直播间会出现一个顶着黑眼圈快要昏厥的反面教材呢。报告希儿，我外卖软件删了，晚上9点上床睡觉，每天早上跑步3公里。你的意见我全遵守了，肯定是正面教材。啊？不过好像还少了一条。工作时减少摸鱼，拒绝拖延，不把工作堆到最后一刻。观众们向我学习，谨遵医嘱，人生一片光明。话说的滴水不漏，很可疑。关于我的生活就聊到这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这一次还是情景模拟形式。大家好，我是新入学圣弗雷亚学园的女武神 Bronya， 请问宿舍该往哪里走？和课纲一模一样，真奇怪啊。来之前牙医还嘱咐我要小心你的节目效果。这个节目前几天全是节目效果，我要是再来节目效果，是不是就有些不礼貌了？对节目的内容这么了解，但我们的直播时间好像和你上班时间是重合的，你真的没有摸鱼吗？那当然是看切片。希儿，你要知道，这么出名的直播间，这么多好活的节目效果，切片早就满天飞了。我睡前稍微一刷手机，玩个10分钟的功夫，就能刷出好几条切片呢。那我们继续吧。Bronya 同学在老师的引导下到达了女武神宿舍，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严格填写登记信息，领取制服和宿舍钥匙，细心整理个人用品。先不说你刚刚是不是在偷偷低头用手机看圣弗雷亚宿舍管理规范，大家或许都在等你给出类似寻找重装小兔的停车位并最终停在屋顶的答案呢。不行哦，圣弗雷亚宿舍区域是禁行机动车的，小兔一开始就会被拦截在一进门的小广场上。这么冷门的规章你都知道？那当然，不然怎么来当女武神行为准则课的嘉宾？当好学生我也很有研究的，比如把上学时候做过的事情反着来。好吧，那观众们来跟着好学生 Bronya 一起体验圣弗雷亚学园的生活吧。接下来的情景，观众朋友们会如何选择呢？还要选出违规电器，这么多，我当时的宿舍岂不全是？谢谢观众们的支持，也请多关心自己一点哦。谢谢观众们的支持，也请多关心自己一点哦。恭喜我们的 Bronya 同学在情景模拟里一路闯关，获得了100分的好成绩，成为了优秀毕业生。情景模拟中的答案很是完美，我都没挑出什么错。看节目的圣弗雷亚学生们，跟着 Bronya 一定也能向优秀毕业生迈进。那当然，看这稿子我难道还能……作为过来人，成为优秀毕业生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这一期天命特别教室
就这样完美收工啦。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啊，真的完美收工了吗？作为嘉宾 ，Bronya 你还有一段致辞哦，大家可都等着呢。有这个安排？哼哼，把你的手机拿过来，你一直在看上面的稿子吧？我来指给你看。在哪儿？哎，等等，希尔，你看我手机，难道是想……刚刚是谁当着大家的面说自己把外卖软件都删掉了？而且半夜2点还在点夜宵，不是说晚上9点睡觉的吗？这个，我好梦中吃饭。那么，你所谓的每天早上跑步，其实是小兔拿着你的手机代跑，又该怎么解释呢？小兔告诉你的？可恶，不敢相信他。跑步时速都到160公里每小时了，还和小兔每天出门时间完全一致。切，忘记希尔也能看小兔的数据了。而且，你还摸鱼看我们直播间，点开粉丝排行榜，你直播观看时间遥遥领先，甚至还抽中了1天的早起奖。那倒不是早起，是还没睡。况且，希尔的直播还有不看的道理。希尔 ，Bronya 姐姐，你真的知错了吗？上一次累晕被送到医疗小队，还好养了1周出院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希尔，直播，现在还在直播哦，你也不想最后一天还有直播事故吧？确实，这倒是提醒我了。这一期的天命特别教室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大家健康生活的每一天依然还在继续。观众朋友们，请答应希尔，要把建议牢记于心，一条条严格执行哦。然后，该好好和 Bronya 姐姐聊聊了。希尔，我错了。